Obsidian 的内测版 0.8.1 哦，在今天推出了。那 0.8.1 哦，增加了不少功能。那我们今天就透过这个影片呢，来介绍一下从 0.7.4 到最新的这个 0.8.1，到底 Obsidian 增加了哪一些新的功能。首先哦，在 0.7.4 到 0.8.0 这几个版本中间哦，大概增加的比较重要的功能哦，我列在下面哈。就是第一个是英文拼字的检查啊，就是 spell checking 这个功能已经加进来了。然后呢，它的搜索呢，现在也变成比较方便来使用。我们也可以使用那个 regular expression 哦来做搜寻，因此要找到特定的内容呢，是比以前方便很多。然后它也加了这个 Mermaid 的流程图的外挂，因此我们可以用 Markdown 的文字的写法来产生流程图。假如说你有这个需要的话，可以去研究一下。那另外就是在这个每日笔记它也增加了到前一天或者是到后一天的这个按键因此我们就可以在那个设定的 Hotkey 里面我们先用 Daily 来做过滤，你可以找到前一天跟后一天的这两个项目，然后呢给定它一个 Hotkey 但到时候我们在每日笔记里面呢就可以很快的来做日期的切换比如说我目前这个笔记是7月10号的，那我按下一个，我现在是设成是 Alt 跟向左键它就会往前移动，那 Alt 向右呢就会向后一天移动那它这个日期是只要是连在一起的就可以它不一定是要7月8号、7月9号、7月10号这样子，你中间有空几天没有关系，它会自己去找到最接近的前一天或者是最接近的后一天所以这个功能，如果你的每日笔记有经常在使用的话那只要把这个 Hotkey 设起来那这个操作呢就会比以前方便很多。好，那这个是到 0.8 之前增加的这些功能。那我们接着就来看一下 0.8.1 到底又增加了哪些功能按照 Obsidian 他们更新版本的速度应该几天之内这个版本应该就会变成是公开的版本那目前它是在内测那它基本上它就是增加了大纲的功能那这个就会方便很多了，就是比如说我们随便叫一篇测试的文件出来好像我这个测试的笔记我们可以点击右边的侧边栏，它这边会多了另外一个按钮出来那这个按钮按下去呢，它会显示出来的呢，就是我目前这一篇笔记它的目录那也就是说，它会按照这个标题的符号比如说是2个井字号或是3个井字号这样子的标题，它会帮我们列成这个目录出来我们来测一下我这个把它加进来，好，它就变成这个了这是第2层的，然后这是第3层的然后除了在右边的侧边栏可以显示这个目录以外它在这个右上角的这个选项就是我这个笔记的这个选项呢，它在这里面呢也有一个 Open Outline。那这个 Open Outline它会帮我们把我们的目录呢显示在另外一个笔记里面。那到时候我们点击这个目录的这个笔记呢，它就会我们实际的这个文件本身呢，它就会跟着找到我们那个标题。好，那这个是编辑状态我们点击一下，把它变成显示的状态也显示出来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只要在这个目录笔记里面点击任何一个标题呢，不管你是预览的网页这个网页，或者是编辑的这个页面，它通通会同时跟着更新位置那这个会很方便我们在搜寻。如果是很长的一篇笔记的话，就可以透过这个目录呢，就可以很快找到我们要工作的那一个项目可以说是很方便。接着0.8.1 第3个增加的功能就是在笔记右上角的这个选项按钮它多增加了很多的项目
比如说我们点击一下看一下我们现在可以直接在这边呢，直接就把我这个笔记直接给删除掉，或者是打开反向连结或是打开这个目录这个网页这个笔记，或者是用预设的程式来开启我目前的这一个笔记就是说，假如我们的点 MD 档是用另外的执行档关联的话那它会透过档案总管的方法呢来帮我们打开。然后最后面这一个Show in Folder 呢，它会用档案总管呢直接把你目前编辑的这个编辑中的这一个笔记呢，用档案总管显示出来所以你在就可以直接开启这个档案总管的视窗，然后接着你可以再对它做其他的一个操作好，然后呢，最强的一个，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个更新就是它已经可以让我们使用 iframe 这个标签了，因此我们的 YouTube 的影片或是 Google 的文件等等这些外部的第三方的系统呢，就可以用 iframe 的方法呢内嵌到我们的 Obsidian 的笔记里面我找一个范例给大家看就是我们之前我们找一下有 iframe 的笔记iframe 的笔记这个是我先前的一个 Markdown 一个笔记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目前这个教学影片的 YouTube 内嵌的这个网页已经呈现出来了因为它就是使用 iframe 来镶在我这个笔记里面的那目前它已经可以支援了那这样的好处是你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网站的功能就可以镶在你的笔记里面比如说也许你的 Trello或者是你的 Google 的试算表等等这些呢，都可以镶在你的笔记里面的好，那这个第5项我们刚刚其实已经讲过了就是你可以直接在右边这一边呢，用这个Open in Default App 或者是 Show in Folder 的方法来开启你目前工作中的这一篇笔记。好，那这个就是我们最近几个版本增加的一些功能那这个 0.8.1 的这个修改就请大家再等几天，它应该内测完毕以后呢就会释出了。好，那我们今天就介绍这个新增功能的介绍到这边，谢谢各位。